军长，军长，敌人正在射出阵地，这是要跑啊！他们是不是已经发现咱们的意图了？我建议马上进攻云山。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战机稍纵即逝，在援军未到，敌人即将逃脱的生死关头，是选择用血肉之躯硬汉钢铁洪流，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就此逃脱？在这关键时刻，39军军长吴信全当机立断，立刻请日之司，云山的敌人已经开始撤退。我们请求提前到17点发起总攻，同时电告各师做好提前进攻的准备。收到39军的请战电报后，彭老总已然处于极度焦虑与愤怒之中。原本负责切断敌后退路的38军，却因战术的决策失误，延误了关键的穿插时机。38军在路上遭遇了南朝鲜军第6、第8师的小股部队，经过1天的作战，把敌人全部歼灭。这又耽误1天。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快速穿插。完成抢占球场、院里、军医里、界川、断敌后路这个任务啊！彭老总深刻明白，战机一旦错失，绝不再来。面对38军穿插受阻的突发状况，与39军前端请战的紧急电报，彭总当机立断，拍板决定提前发起云山决战，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随着总攻令下，隐忍已久的39军如同出闸的猛虎，携着排山倒海的威势，向云山城防倾泻出了最猛烈的杀意。排长，美国鬼子！在这初次近距离的对视中，志愿军战士们看到了素有威名的美军士兵，他们装备精良，身材高大；而美军看到的是眼前这支无畏冲锋的东方军队，双眼中写满了错愕与惶恐。直到此刻，我军才意识到自己的敌人并不是只有南朝鲜军，还有号称百年无一败的美骑第1师。美军骑兵第1师建成于1840年左右，师长叫霍巴特盖伊，以精通装甲战术而闻名。据说建成至今100多年来从无败绩，是美军公认的王牌部队。王牌部队，从无败绩，有这么厉害吗？给39军发报，给我打掉这个王牌师。是。从无败绩这4个沉甸甸的字，在彭总耳中并非威慑，而是最完美的祭旗之物。彭总这声轻蔑的冷哼，是给对手下了必亡的指令。既然他们号称王牌，那更要将其彻底摧毁。这不仅是战术任务，更是击溃敌军心理防御的战略任务。然而，面对敌军的装甲集群，单靠血肉冲锋根本不可能攻克云山城。所以，39军决定用他们最擅长的战术，让敌军从底部直接开花。同志们，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孙猴子，到！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中心开花，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不要！团长口中的偏爱，实则是将九死一生的斩首重任托付给了最信任的袍泽。这种看似江湖气的激将，精准地点燃了基层连队视死如归的集体荣誉感。他们没有重装铠甲，只有一颗绝不给番号抹黑的决绝之心。中心开花，这是中国军队在长期战争中淬炼出的绝杀技。他们要利用夜色掩护，将最精锐的尖刀连像钉子一样直接楔入敌人的心脏，然后配合外围的大部队，一举拿下云山城。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主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话音刚落，一辆载满特殊武器的卡车突然出现在战士们眼前，紧接着司机就匆忙跑向团长吴宝光。报告团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道。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本以为车上装的都是大杀伤力武器，可当司机马金虎打开车厢的那一刻，战士们全都惊呆了。行啊，小子啊！原来这批特殊装备竟是马金虎在极短时间内找来的绝佳伪装。有了这身南朝鲜军的军装，可以说是给这次潜伏偷袭任务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随后战士们兵分2路，一路穿上南朝鲜的军服，开着卡车大摇大摆地驶入了云山城，而另一路则由连长王振斌带着，绕开炮火连天的主战场，顺着三滩川河谷悄悄摸向云山城。而此时驻守云山城内的美骑1师第8团团长帕尔默似乎嗅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 Right, boys, listen up! Our enemy, they are fierce. Certainly launch an attack tonight. Do not be afraid. Our reinforcement will arrive any minute now. We just have to hold the ground for tonight. And when the sun rises, our planes are gonna come and blast the enemy to smithereens. 哈尔默苍白的鼓动根本压不住蔓延在众人心中的绝望与恐惧，他还在死企图把希望寄托给飞机大炮。可刚在白天被血洗的士兵们比谁都清楚，这不过是垂死的幻想。那些如鬼魅般在夜色中穿梭的志愿军战士，是任何重火力都无法阻挡的噩梦。
连白天那些援军都被死死阻绝，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深夜，再指望他们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实际上，作为指挥官，帕尔默更清楚全团此时的处境，于是他一边让全团进行死守，一边又安排一个营赶往朱人桥，守住最后的退路。只可惜他此时的醒悟已然晚了，殊不知咱们志愿军的尖刀部队早已悄然摸进了美军指挥所。Hello， 回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志愿军战士们利用夜色和伪装，完成了从极度隐秘向狂暴杀戮的致命转换。中心开花，如同在敌人的大动脉上深深插下了一把匕首。就在此时，城内城外志愿军的攻势如同海啸一般，将美军彻底淹没。而美军的夜战能力，在志愿军精湛的渗透和灵活的战术面前，瞬间瓦解。Division commander guy, Durham Bridge is under attack. Battalion commander is out of reach. The enemy outside Onsan City starts to attack. Where is my reinforcement? 随着帕尔默颤抖的呼救声传出，意味着整个骑兵第一师的防线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全面崩溃。朱人桥的遇袭彻底斩断了美第8团最后的一丝生机，那些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后方屏障，在此刻已然岌岌可危。God damn it! They're everywhere! 他们无处不在，这是美军在崩溃边缘发出的最真实的战术哀嚎。志愿军绝不仅限于正面的排山倒海，更在于将无数颗钉子深深楔入了美军退路的每一个关节。这种彻底分割敌军阵线的穿插战法，让美军顷刻间失去了所有联系与退路。The 8th Regiment is totally overwhelmed. Now I want you to order your troops to break through immediately, before it's too late. Johnson, the survival of the 8th Regiment depends on you now. Don't worry, sir. You can count on me. 被寄予厚望的约翰逊带着第5团的重装甲，像头疯牛再次撞向了龙兴洞的阻击阵地，试图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在龙兴洞撕开一条救命的血路。战术崩溃与球员无门的交织，将美军逼入了最为无助的绝境。然而，等待他们的依然是那座由血肉铸就的不可逾越的高墙。343团发起了排山倒海的最后反击，将美军救援的最后希望又一次扼杀在泥泞之中。同志们，拿下飞弹城，让我杀！伴随着撕裂夜空的冲锋号，志愿军的怒火化作了排山倒海的决死突击。这一刻，美军对这支东方军队战斗力的认知，终于从蔑视上升到了全军覆灭的恐惧高度。号称从无败绩的美骑第1师，在云山迎来了历史上的首次惨败，其麾下的第8团近乎全军覆没。当第1旅晨光照亮龙兴洞焦黑的阵地时，震天的炮火已然归于沉寂。343团的将士们在承受了惨痛的伤亡后，成功的坚守住了这片血染的阵地。他们燃尽凡人之躯，悍然在敌寇重装碾压平推的狂潮之下，楔入了一根永不言退的钢钉。同志们，全部来电！云山已经攻克，守军被全部歼灭，咱们的阻击任务完成了。营长到。撤退之前，你一定要仔细搜索阵地的周围，不能漏掉1名伤员和1个战士的遗体。凡是能找着的，都得给我带回来。我们得带烈士回家。王福之团长这最后的命令，道出了志愿军最深沉的温度。即便撤退之路千难万险，他也绝不许丢下一个伤员，遗漏一具战友的遗体。我们得带烈士回家。这句低沉却重如泰山的命令，触及了这支百战之师最柔软也最伟大的灵魂底色。在完成了那场震撼世界的阻击之后，疲惫至极的志愿军没有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而是小心翼翼地收拢着每一具同袍的遗骨。这种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深沉信仰，才是他们能够横扫一切强敌的终极密码。云山一战，志愿军第39军犹如神兵天降，将南朝鲜王牌第1师与美军骑兵第1师双双挑落了马下。这一战彻底斩断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绝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狂胜，更是一场用钢铁意志粉碎唯武器论的精神洗礼。先辈们用血肉之躯向世界宣告，在绝对的信仰面前，傲慢与轻敌只能反噬自己。人的意志永远是战场上最致命的锋刃。我们的志愿军不仅敢亮剑，更能打胜仗。然而，云山的硝烟只是这场立国之战的激昂序曲，真正的凛冬与血战还在前方。那片被热血浸透的土地，正等待着英雄们去书写更加悲壮的不朽传奇。这里是无解千句，咱们下期再见。